我本是一座没有神智的世界，但却连天道都对我无可奈何，只因我是女娲创造的第一个人类。当初女娲在创造我时，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导致我空有其表，没有神智。自女娲成圣飞升后，便将我遗忘在这方世界。后世人族考虑到我毕竟是圣母创造出来的第一个人类，便将我安置在圣母女娲和圣人老子雕像后。就这样，我在这世间矗立数百年。可这天，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将我唤醒。待我睁开眼后，只见数百人族齐齐跪拜在女娲与老子雕像面前。伟大的圣人，请聆听您孩子们的祈求，降下圣威，拯救人族。人族祈求的声音传入我耳中，从这祈求中能判断出人族正在遭受危难。可无论人族如何祈求，女娲雕像和老子雕像都没有任何反应。此时终于有人忍不住站起身了。圣母，圣人，不要两族肆意屠杀人族炼制兵器，如今数几万人族被屠戮殆尽，你们要眼睁睁看着人族灭族吗？听到这些关键词的我，也终于明白为何这山上血腥味会如此浓郁了。该死的巫族和妖族！身为洪荒第一人，想到人族就要被灭绝，我心中就有一股怒火和杀意冲天而起。可是我作为一个石像，什么也做不了。就在我为人族即将灭亡感到惋惜时，突然天空中一道光束照到了我的身上，随即我的意识被拉到一个神秘空间，空间中出现一道神秘声音：宿主，你能天道垂青，我自无上领地神通，领地之内万法不侵，永恒无敌，出使方圆10丈，杀敌越多，领地越广。此时山下妖气激荡，夹杂着阵阵惨叫声。如今人族诞生不久，虽是天生道体，却依旧孱弱不堪。只几息的时间，便有数千人族浑身鲜血退至山底。女娲娘娘，老子圣人，求求你们救救人族吧！你们再不出手，我人族就真要灭绝了！人族齐声呼喊，可依旧得不到回应。杀上山顶的妖族看到如此一幕，皆是嬉笑。他们已经做好灭绝人族的准备。这一刻，幸存下来的所有人族都绝望。就在妖族准备动手时，我从人族后方走出，穿越人群，将所有人族护在身后。幸存下来的人族见到我，都惊讶万分。雕像竟然活了！原本站在人族最前面的2男1女，见到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淡淡的说道：“所有人全部退至我身后。”人族3族听到我的话后，带着人族向最后面退去，而听到我话的妖族却轰然大笑。我们人族不过一群蝼蚁，而你也不过是一只强壮一点的蝼蚁罢了。是吗？你们可以来试试。如今这崆峒山顶是我的出世领地，虽然只有区区方圆10丈，但护住身后的人族绰绰有余。妖族将领见状大怒，蝼蚁也敢挑衅我！随即便挥手下达了屠杀令。一众妖族在将领的率领下，兴奋地向人族杀来。乌泱泱的妖兵转瞬就到我身前，我心神镇定，耐心算着距离。就在妖族踏入我领地之时，我低声说道：“人族领地，禁止飞行。”随着我话音一落，一股无形波动弥漫四周，所有飞在空中的妖族都如下降。全部人族3族见此情形，皆都张大了嘴巴，满脸错愕。为首的妖将面露骇然，他没有感受到我身上的任何法力，想不通为何靠近我的妖族会突然坠落，而处于领地内的所有妖族更是心中惊恐不已。为什么不能飞了？刚化形的小妖都能飞，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是女娲娘娘和老子圣人出手了？一想到这，众妖顿时惶恐。女娲娘娘，老子圣人，我们这就离去。既然是圣人出手，显然是要保下这数千人族。妖族虽然头脑简单，却也不会傻到去硬刚圣人，连忙转身就跑。就在此时，我冰冷的声音响起：“谁让你们走了？进屋！”话音一落，一股无形的波动瞬息散发，所有妖族震惊地发现自己动不了了。直到这时，清楚禁飞和禁锢他们的不是圣人，而是我这个被他们视为蝼蚁一般的人。领头的大妖老一时变成个妖兵时，远程法术朝我攻击，所有妖族皆聚集能量向我瞄准。可当他们蓄满力即将发出攻击时，我轻飘飘一句人族领地进法，直接让他们傻眼。妖族还保持着攻击的姿态，可明明充盈的法术却怎么也调动不起来。这些妖族个个瞳孔放大，惊恐地看向了我。现在的他们别说飞行动弹一下都做不到，只能像个木头一般傻愣愣地待在原地。一个妖族语气中带着一丝颤抖：“人族放了我们这就离去。”他们显然是害怕，可惜现在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晚了。随着我心中念头一动，那100名妖族便通通爆炸，消散在天地之间。这诡异的一幕让其他妖族面色骇然，后方观战的人族也震惊得目瞪口呆。老祖竟恐怖如斯。随着众多妖族泯灭，系统的声音再度在我脑海响起：“你获得足够能量，如今你的无敌领地升到2级。”领地范围提升至100丈。听着系统的提示，我嘴角微微上扬。当人族看到满地妖族尸体都在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欢呼时，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这声音异常响亮，以至于整个大地都在剧烈摇晃。一个金色铠甲的妖族巨人带领着浩浩荡荡的妖族大军从各个山涧出现。见此情形，我身后的人族皆都心惊不已，缩在我背后不敢冒头。人族3族中的一人低声向我介绍道：“这个就是此次负责屠杀我人族的妖族统领。”听到解释，我微微点头。而远处的妖族统领抵达战场后环顾一圈，可却没有觉察到有强者的气息残留。随之他将目光锁定向畏畏缩缩的人族，咆哮道：“一个不留！”说话间，他一步踏出，进入我的无敌领地。见状，我也不再隐藏。猖狂！
那妖族统领还没来得及思考发生了什么，就被我的法天象地生生碾碎。随后我看向了那群妖族，此时所有妖族都被惊得呆在原地，瞳孔骤缩，不敢相信地盯着我。他一巴掌轰杀了！有妖族惊骇出声，我凌空负手而立，俯视下方的妖族。而今我镇守此地，犯我人族者，杀无赦！此时躲在我背后的人族才终于敢探出头查看。忽然远处又有数百道气息急速飞来，看到这一幕的众人惊恐道：“老祖快跑！巫族大军来袭！”然而我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抬手示意众人安静。巫族统领率数百巫族降临，看见被吓破胆的众妖族，冷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西妖山的小妖。你们统领在何处？让他滚出来！就说我巫族要接管这片地界。”众妖都破了胆，哪里有心思回答他？而这更激起巫族统领的怒气。只见他隔空射去，抓来一只小妖。本统领问你，你们统领于何处？快说！小妖吓得脸皮都在颤，嘴角抽了抽，伸出手颤颤巍巍地指着我。是他做的。听着小妖的话，巫族统领蹙眉，接着毫不留情地捏碎小妖头颅。众妖见状，刚才积压的怒火就要喷薄而出，数百巫妖不等发号施令，面露凶狠，抽出各自的武器与之对峙。巫妖统领远远地瞥过去，发现竟是只是一个人族，又斜睨众妖。妖族果然是废物，连一群蝼蚁都拿不下，还想骗我人族有翻天之能？面对巫妖统领的讥讽，众妖无不敢发作，只得悻悻退后。话音且未落，巫妖统领又望着楚风，挥手间冷笑道：“正好把这群人族抓回去，抽起魂魄对付妖族的废物们。”巫族尖锐且恐怖的笑声响彻在天地间，惊得所有人族头皮发麻，如临大敌。给我上！巫妖统领虚空一握，一柄青色的战锤便显化出来，顿时他的周身涌动着浩荡的惊仙之能，成片的氤氲气朝着前方蒸腾而去。数百巫妖得到号令，朝着我所在的方向疾驰而来，个个迅如闪电，如数百里。如理想之间，我摸摸手腕，低声道：“巫族吗？”话落，天空中骤然刮起一连连顷刻之间，数百巫妖便大然不存。远处不曾离去的众妖精，人族何时出了一个这么强大的老祖？我犀利的目光从极远之地斜睨而去，众妖动感头皮发麻，瞬间仓皇逃走。恭喜宿主获取能量，领地升到3级。领地范围提升至方圆1000丈。我背负双手，看着强大的领地具现化，现在就能保护更多人了吧？人族屠灭巫妖统领的事情很快传开，崆峒山成为万族瞩目的焦点。我这个洪荒第一人的突然崛起，让人族看到了希望。崆峒山山顶，人族3族率3000人族推举我为人族至尊，希望我能率领人族抵抗巫妖2族存活下去。我看着人族3族，望着仅存的3000人族，一股使命感油然而生。前世我看过无数本洪荒小说，也看到过无数次巫妖屠人的情节，但并没有多大的感觉。此时此刻，身为洪荒第一人，亲眼所见这血腥残忍的场景，让我忍不住心生愤怒。如今我才明白，人族在这段时间内有多么的凄惨。守护人族，或许就是我穿越而来的使命。见我不说话，人族3族相视一眼，然后单膝跪下，如同祭祀天地，朝拜女娲和老子那般拜倒，高呼道：“请人族至尊，佑我人族！”人族3族的相继跪拜，很快引起数千人族的共鸣，使人族之音自崆峒山顶传开，悠悠回荡在山河之间。请人族至尊，佑我人族！我看着跪拜自己的数千人族，目光坚定地说道：“吾乃洪荒第一人，自当守护人族。”接着，在万众瞩目下，我走到了最为醒目的位置，而我的身后跟着的是人族3族，他们热泪盈眶，因为人族有了存活下去，甚至崛起的希望。我抿着嘴，随着我手指一落，自己的声音在这崆峒山顶传开，从众人的头顶降落，宛若神族长，直抵山中。至尊之志，当有一言。此时台下3000人族瞪大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好奇，想知道我这个新晋至尊要跟他们说什么。我的目光扫视3000人族，语气缓慢却铿锵有力地说道：“犯我人族者，不死不休！”台下众人族齐齐一愣，犯我人族者，不死不休。他们此前所想只不过是如何活下去，可至尊居然想要复仇。是啊，我人族都快被巫妖灭绝了，难道不该复仇吗？犯我人族者，不死不休。人族3族最先反应过来，用尽全身力气呐喊：“犯我人族者，不死不休！”气势之中不行，我点点头，随后转身注视天空，朗声道：“吾乃人族至尊，在此通告洪荒，即日起，人族与巫妖2族不死不休！”轰隆隆，话音一落，天雷滚滚，天地变色。崆峒山3000人族在人族3族的率领下，齐声呐喊：“与此人族之音从武装观和首阳山中传出，顷刻间山河共鸣，苍穹虚空中映照神秘的金色符文，如星辰般闪烁在碧蓝天幕之上。金色的波浪荡漾至整个洪荒，有些其中的天道威压瞬间覆盖整片天地。有大能者改变，震惊却有疑惑：人族的天道誓言，竟能引起天道异象。
此时我也有些诧异的看了一下武装观和首阳山的方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原来还有人族存活下来，这倒是一件大喜事。人族宣战巫妖二族，有意思。想不到小小人族所发誓言，居然能引动天道，简直匪夷所思。不知道巫妖二族要如何回应？洪荒万族皆震惊不已，同时好奇巫妖二族的反应。如今这洪荒巫妖二族可是天地霸主，一个掌天，一个管地。人族如此挑衅巫妖二族，又岂会沉默？祖巫殿中12祖巫齐聚于此，他们往日散居各自部落，唯有大事发生时，才会被帝江唤于此商讨。而现在人族立誓天道，是要和巫族不死不休，这已经触怒巫族。12祖巫中除后土外都震怒，其中脾气最火爆的祝融和共工，更是扬言要亲率大军去灭掉人族，被后土竭力阻止。此前我就不同意去屠杀人族，如今既然出了人族至尊，而且还能引起天道异象，这人族至尊，或者说这人族定然不同凡响。不若此事想办法示好，补偿修补与人族的关系。后土提议道，当初巫族屠杀人族时，他便极力阻止，只可惜众祖巫并未将他的话放在心上。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约束自己部落的巫族，不去屠杀人族。缓和！后土，一群苟延残喘的蝼蚁，也就你还放在眼里？小小的蝼蚁也敢挑衅我巫族威严，若不灭之，岂不让万族笑话？对，直接灭了吧！其他各祖巫也都纷纷附和。空间祖巫帝江是12祖巫的老大，想了想道：人族至尊的誓言能引动天道，的确不可小觑。可也正因为如此，必须要将其灭掉。我巫族为了炼制巫妖剑，杀了那么多人族，已经没有缓和的可能。既如此，那就灭了吧。祝融站起身来，我亲自去灭了人族。还是我去吧，我对他可不太放心。你敢如此轻视我？哼，你这家伙又愚蠢又弱，要是被人族杀了，岂不扫了我祖屋威严？我弱，你可敢与我比试比试？有何不敢？众祖巫皆皱眉，头疼不已。火之祖巫祝融和水之祖巫共工诞生时间相差无几，又加上天生属性相克，从诞生以来就不太对付，谁也不服谁，又都脾气火爆，一点就炸。帝江揉了揉眉，沉声大喝：够了！祝融和共工相互冷哼一声，重新坐下。大兄的话，他们还是要听的。帝江又道：灭一个区数千人族，如果都要我们祖巫出手的话，岂不是让万族笑话？强梁，你妹妹九凤已经修炼到了大巫之境，让她率1000巫族前去孔统山。强梁点点头，随后他给留在部落里的妹妹九凤传了音讯。远在部落的九凤得到哥哥传讯，立即召集雷之部落上千巫族往孔统山而去。与此同时，不周山山顶绚丽瑰美，充满神秘的天庭中，众妖如神祇朝拜。人族誓言引动天道，诸位如何看？人族如今不过万余，与我妖族差距犹如天堑，不足畏惧。依我之见，当无事。他智慧超凡，自是知道帝俊对人族起了杀心。众妖之中，他是唯一一个反对妖族大肆屠杀人族的。只不过他名义上是西皇，但对妖族可没多大的掌控权。无事。东皇太一眯着眼，沉声道：区区人族蝼蚁，如此挑衅，若是无事，以后万族如何尊我妖族？妖师鲲鹏半眯着眼，似在打盹，对人族之事毫不上心。此事以后再议。帝俊看了看伏羲，又看了看太一，最终说道：虽然他心中对人族起了杀心，但他要稳住伏羲，毕竟这是以后对抗巫族的中坚战力，天地英明。伏羲抱拳，心里却微微一叹，以他的智慧，又如何猜不到帝俊的心思？太一也没有说什么，但从凌霄宝殿回到东皇宫后，便招来妖帅九阴，齐率1000妖族精锐直抵空统。我倒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至尊，居然敢率众对我天庭宣战？东皇太一背负双手，不怒自威，强大的威压贴地而行，惊得众妖瑟瑟发抖。天地间，巫妖二族派遣的精锐呼啸而过，掀起的风暴引发山洪爆发，天塌地陷。隐于山野间的万族心中无比悚然，他们知道这是巫妖二族对人族的不满，要宣泄雷霆之怒。而此时，尚在空通山山顶的楚风，亦是感受到无比滂沱的妖族威压快速逼近。扭头间，只见高空灰暗，无数妖族展翅腾空，手持兵刃，怒目而视。为首的九阴眉头一皱，喝道：巫族，你们怎么也在？关你何事？九凤眉眼一顿，斜睨间带着如火般炽烈的杀意。巫妖二族对立多年，早已势如水火，如今不曾发作，全然是有令在身。彼时，楚风摸了摸手腕，在迎面而来的狂风中巍峨站立。在他的背后，3000人族面对数千的巫族和妖族，已然瑟瑟发抖。然而又目光坚定地望向楚风，看着高空上还在争吵的两族首领，楚风一步踏出，戏谑道：两位是来做客？楚风的声音传入他们耳中。此时九阴不再和九凤对峙，转而喝道：我奉天地之命而来，即刻跪下道歉，收回天道誓言，否则屠戮全族。一旁的九凤眉头一皱，但一想到帝江之命，遂以微震之。奉帝江大人之命，跪下道歉。楚风笑了，含怒而笑。他眯着眼，毫不掩饰的杀意如风暴般骤然席卷。他看着巫妖二族，冷笑道：巫妖二族屠戮人族，世界当以弱肉强食为至高法则。如今高高在上的巫妖，怎么就忘记这个道理？弱肉强食。九凤冷笑道：区人族蝼蚁，只配沦为我巫族脚下亡魂。
不敬天地，今日便将你人族尽数屠戮。九婴大怒，楚风深吸口气，从身旁的人族手里接过武器。早知道区区帝俊和帝江又有何惧？看着彼时的楚风，九凤和九婴顿时更是大怒。他们意识到楚风就是人族至尊。只见九凤展翅而动，空峒山上顿时飞沙走石，青石爆碎成齑粉，成片的大树拔地而起，一股恐怖的威压如山海般骤落而来。轰！上千巫族砸落地面，引起山河巨震，3000人族趔趄倒地，惊恐无比。与此同时，九婴狂怒，施展9颗如山般庞大的舌头，不断吐着信子，周身涌动薄雾般的火焰和水雾，朦胧且危险。他冲着楚风咆哮，号令众妖将此地所有人族尽数屠戮。巫妖聚众数千之数，此刻全面施展，黑压压的一片，恐怖无比。数千道强大的气息降临至此，楚风眉眼一抬，右手抬起，为每个人族加持庇佑。刹那间，巫族和妖族的众人化作一道道璀璨夺目的长虹呼啸而来，或是踏地狂奔，或是贴地疾行。他们的实力强大，此时一步横跨，便如瞬移般出现在领地之外。在一众巫妖的背后，是体型庞大的九婴，9颗巨大的舌头晃动，遮天蔽日，无比恐怖。而高空，九凤亦在施展雷之大巫的力量降临，天雷而动，乌云随风，九凤横贯而出，速度比九婴快上数倍。他张嘴吐出一口神息大剑，斩断虚空中的秩序，杀出崩塌的秩序锁链，发出铿锵声。强大且恐怖的力量骤然掀起血腥的风暴，刚刚恢复生机的大地再度满目疮痍。楚风望着一拥而上的巫妖一众，沉默不语。彼时众人皆惶恐不安，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双腿都在发颤。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人族3组见楚风不动，此刻相继站出，居中的人一高喊道：我等是要和至尊并肩作战，和巫妖不死不相同。 3000人族看着3位人族，然后又目光坚定地看向楚风。人群里有人高喊：“为了人族，杀呀！”3000人族跟随人族3组而动，他们此时已经悍不畏死，和巫妖拼杀至最后一滴血的信念，前所未有的坚定。他们深知至尊不灭，人族长存。看着从身边掠过、血性觉醒的3000人族，楚风大笑，这就是自己誓死都要庇佑的人族。众巫妖联袂而来，眨眼便冲进了楚风的领地之内。九凤喷出的神息大剑在地上掀起风暴。作为巫族强者，他早已养出浩瀚无穷的杀气。此时这股杀气沿着神息大剑扩散，惊得3000人族心悸。面对不为所动的楚风，九凤眼角一颤，再度仰天长鸣，甚至连羽毛间都流转着杀劫之力。如今的战场，沧海成尘，雷电化海，如灭世降临，恐怖绝伦。彼时九婴横跨而来，气势如风雷齐动，庞大的身体眨眼便要落下，嘴里喷出遮天蔽日的火焰。楚风抬手，以1人之力破灭神息，以自身之威能熄灭火焰。强大的力量顷刻间化作虚无，惊得九婴和九凤当即顿在原地。与此同时，天地间忽然有某种能量骤然降临，神秘且伟岸，带着令人恐惧、令人折服的威压。原本贴地疾行的巫妖瞬间砸落地面，高空飞行的更是速速坠落而下。所有的巫妖心中震惊，巫族众人施展力量，结果发现根本无所动静，仅有肉身可动弹，却也只能1步3尺。原本杀意浓烈的巫妖突然心中恐惧，不知为何，该死，这到底是什么古怪手段？妖族的人更是惊惧，他们此前领悟的法则无法施展，各种强大的手段更是如此。有强大的妖族竭尽所能的施展，结果只搓出一团不大不小的火花。楚风眉眼中蕴含杀意，踏步而出，风雷云齐动，空气中呼啸而起的是至强威能。眸光涌动的瞬间，天雷作响，抬手的刹那，电闪而过，如一把神明利剑划破苍穹。转瞬间，整片苍穹下皆是银灿灿的一片，致使天地失色，山河暗淡。楚风望向领地外悬空而立的九凤和九婴，冷声道：“犯我人族，杀无赦！”声音传得很远，如亘古久远前的3000先天神魔，在齐颂，好似对他们2人说，又好似面对整个洪荒。话音一落，楚风隔空一掌拍出，漫天的灰色云雾化作无比巨大的手掌，将地面1000妖族碾压而去。此刻无形的桎梏加深，无论妖族如何拼命逃离，都无济于事。平常他们均能瞬息万里，如今却是1步3尺，纵使燃烧精血全力为之，也无论如何逃不出那灰云巨手的掌心。在混乱的恐慌中，一道金光刺破虚空，撕裂时间，从虚无的空间里横推而来，最终1000妖族被全部拍死。对于力量的运用，楚风越发熟练。送上门的磨刀石让他正在契合，破碎的大地上，妖族尸体随处可见，军势庞大如山，纵有稀薄的龙族血脉，也被活生生拍死。楚风傲立在风中，眼神无比坚定，喷薄而出的杀意几乎实质化，在他周身形成浅薄的血色薄纱。此刻的他裹挟着伟力出手，一念之间，虚空中忽有一柄雪白天刀乍现，刀意喷薄，无比璀璨。那一刻，恍如亘古，未来都在其中。强大的力量让人恍惚，他深吸口气，手指点落，压力骤降，看着此时艰难逃走的众巫妖，冷笑道：“下去陪他们吧。”轰的一声，余下的巫族皆是身体一沉，如背负万吨巨山，脚掌一落，便是深不见底的坑。他们咬着牙，艰难移动，感受到无比强大的桎梏加深，大地上隆隆作响，如地龙翻身，整个空峒山都在剧烈摇晃。在众巫妖震撼的目光中，楚风施展伟力倾泻而下，呈现碾压姿态，光芒盛烈无比。地面巨大的沟壑如一道恐怖的伤疤在扩散，不知多少巫族的尸体陷进去，再无生机。人族被金光保护，从中退了出来，接着越来越多的光球浮空而起，在濒死之际受到楚风的庇佑。此刻巨大的裂缝如穿梭宇宙的黑洞，不断
断从下面呼出阴冷的空气，如同蛛网般迅速弥漫。好在楚风动作迅速，并未波及3000人族。面对强势无比的楚风，余下的巫族心惊不已，转身就要逃走。楚风展露杀法如战神，周身萦绕着看不透的神秘气息，带给人神秘的压迫感。一时间，空峒山顶上弥漫着巫族的惨叫声、呼救声，混乱的声音更是响彻天穹。九凤大巫，救我！这个人族的力量不是我等可对抗的。巫族们四散而逃，然而他们比妖族的处境更加艰难，一步半尺无法逃走。强有力的威压从苍穹坠落，从地下涌出，将所有巫族笼罩。此前的嚣张气焰完全消失了，他们只想逃命，甚至是后悔来到空峒山。撤，来不及了！随后楚风又抬起一脚，隔空踩出，陡然间异象再现，化作一柄柄神息巨剑高悬，带着苍穹摇坠产生的灭世之力。既来之则杀之，都给我留在这里，给死去的人族陪葬。云雾刚刚消散的天空，转瞬又有3000雷霆汇聚，化作脚掌猛然踏下，高空雷声滚滚，振聋发聩的声音席卷四方，惊得所有观望此战的万族心悸不已。受到限制的巫族避无可避，在巫族的惨叫和惊恐声中，楚风轻翅轰然踩下，夹杂的雷霆之力将1000巫族全部轰杀。空峒山顶，所有冲杀的巫妖都惊恐了，这是怎样的力量？他们站立着，感觉好像末世来临，竟然有人足以一己之力对抗巫妖，合力攻杀。同时，高空中周围山河围观的万族也看见，空峒山顶有一尊淡淡的金色虚影，呈现人族模样，抬手间便天覆地灭，无比强大。空气中没有血腥味，弥漫的恐怖雷霆将所有巫妖的尸体瞬间蒸发。楚风施展间，散去3000雷霆和汇聚高空的风云，原本消失的太阳再一次出现，一切的战斗都在电光火石间开始和结束。叮！恭喜宿主获取能量，领地等级升到4级，领地范围提升至方圆100里。楚风深吸口气，看着前方荒芜的平原，眸中流转着令人心悸的杀意。随着领地升到4级，楚风发现九凤和九婴也被笼罩在范围内。原本还有些担心这两人遁走了，他此时顿时松了口气。诸天山河、山川河流、清明恶土，此时都在跟随那尊淡金色的虚影而发光。转眼方圆100里内的法则，好似都在涌向空峒山顶，可惜看得不是特别真切，实力远不够。九婴在咆哮，愤怒中带着惊悚，带来如此多的妖族，险些全被击杀。但随着咆哮过后，九凤和九婴并没有行动，2000金仙强者直接被秒杀，让他们心里震惊。虽然他们也能秒杀金仙，但绝对做不到楚风这般轻松自如。一巫一妖此刻皆心生退意。楚风长出口气，摸了摸有些酸楚的手腕，冷眼看向对面的两人，他没有对两人立刻施压。作为大罗金仙，他们绝对比刚才杀的杂鱼有价值。环顾周遭的人族，楚风眯了眯眼，他在思考巫妖族的血肉能否食用。空中还有刺目的符文和金光在闪烁和流转，密密麻麻蕴含的力量让周围万族难以靠近。随着领地的提升，方圆100里的一切楚风都尽在掌握。此时不曾参战幸存的巫妖族已经逃窜出毁灭之地，躲在九凤和九婴的背后惶恐不已。他们纵横多年，不曾见过如此强大的人族，而且根本无法对抗。空峒一游，就是你们此生最后看见的风景了。给我跪下！九凤庞大的身体砸落地面，顿时山崩地裂，他周身的法则瞬间暗淡，体内的力量正在寂灭。他惶恐不安，眸子里闪现恐惧，死死地盯着举止动作都风轻云淡的楚风。与此同时，一旁的九婴也轰然砸落，两人庞大的身躯扬起大片的尘土，周身的法则都在暗淡，直至寂灭。地面因为两人的跪拜而崩裂出恐怖的深坑，已然破碎不堪，被凿穿一片破败。这一跪几乎裂了他们的身体，有刺鼻的血腥从裂口弥漫，眨眼便化作血色湖泊。他们想要站起，然周身宛若有某种力量禁锢，根本无法动弹。有本事杀了我，绝不跪拜人族的蝼蚁！九婴咆哮道，响彻天地的吼叫令3000人族振聋发聩。楚风右手抬起，指尖如拂过水面，隔绝了恐怖的音浪。你会死，但不是我杀你。楚风冰冷地说道。他低头，从脚下弥漫出成片的金色大雾，随着大雾所过之处，缝隙闭合，草木再生。奇异的一幕让3000人族高呼楚风至尊。空峒山顶，楚风抬手间，所有的巫妖尸体尽数消散，生机再度盎然。这一幕震惊各族大能者。人妖确实很麻烦，他现在已经深刻体会到人族在这个时期的艰难。如果没有强大的庇佑，很难想象人族是否早已绝迹。话音未落，楚风扭头看向人族3族中的2位，他以至尊的身份开口道：人二、人三，去割下他们的头。说话间，楚风再度施展，九凤和九婴庞大的身躯瞬间化作常人大小。彼时，作为3族的人二和人三咬牙前行，死死抓住手里用石头打磨的武器。楚风手心一握，就见九婴和九凤瞬息而至，同时他们九头合一，化作寻常模样看着面前的人族。人二和人三相视点头，然后高举起武器，朝着他们的脖颈划过。当金石之音爆发，伴随着一簇火花乍现，两人的武器被相继弹开。看着被自己身体弹开的武器，九婴嗤笑：蝼蚁还想杀我，找死！不过凡人造物，我的羽毛可比你们手中的石头要锋利数千倍。九凤的声音中带着讥讽和得意。面对巫妖的讥讽和嘲笑，人二和人三手足无措，看着距离各自不远处的石块，心存怒火。他们曾经饱受欺压，而今巫妖即便摆在自己面前，也无力斩杀。人族的弱小深深刺痛了他们，这就是巫妖们的强大。纵使体魄，依然是他们强有力的底气。楚风手掌开合，金色的花纹利刃出现在掌心，这2柄利刃如混沌中再生，萦绕金色薄雾的同时，还蕴含无边的杀劫之力。看着此时得意的九凤和九婴，利刃悬浮而去。至于两人身前时，他说道：人二、人三，你们用这个。金色利刃皆有臂长，通体金光璀璨，
灿，靠近时还能感受到温和的力量。人二和人三见状，毫不犹豫地抓起身前利刃，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向九阴和九凤。看着他们手中的利刃，九凤和九阴心中骇然，他们实力强大，感受到利刃中蕴含的力量绝非寻常。此时两道阴影将他们笼罩，看着面前的九阴和九凤，人二和人三心中满是怒火。他们的脑海里想到了曾经被抓走的人族，想到了部落中的孩子，过往的一切如走马灯一般闪回，胸中饱含怒火。两人同时挥斩，雪白的刀光划过半空，在空气中发出颤音，有凌厉无比的杀气弥漫。楚风知道利刃在共鸣两人胸中多年的恨和怒，金色花纹加持伟力，刀意激荡虚空，如同利劈亘古。嗤的一声，空气中的水汽瞬间蒸发，刺目的刀芒转瞬而过，九阴和九凤的头颅被斩落，后方的人族来不及高兴，掉落的头颅瞬间化作巨大的蛇头和凤头，他们的眼神里充斥怒火。人二和人三被吓得连连后退，但手持的利刃却不曾松开。同时，刚刚被斩落头颅的两人一眨眼竟又再生出了头颅。面对头颅再生的他们，楚风没有理会，手一挥，火焰从地面蒸腾而起，橙黄色的火焰在蒸腾，空气中的温度骤然升高，四周有无数干柴自动涌进火焰，火势渐大。他瞥过此时被吓得脸色苍白的九凤和九阴，冷笑过后，又看向人二和人三，说道：“拿他们的头去烤了吃，分给所有人。”面对楚风，两人恶狠狠地盯着九凤和九阴，他们最终收起对巫妖的恐惧，开始处理头颅。作为3000人族的人族，处理凤头和蛇头对于他们而言并不难。短短时间里，凤头和蛇头经过扒皮抽筋后，被分成数千份，在火上烤，场面震撼。原本还担心蛇头和凤头不能吃的楚风，在亲自尝过后，彻底放下心来。他招呼人一和人二继续动手，有了利刃，接连几道炫目的白光划破，蛇头和凤头便接连落地。有着楚风的禁锢之力，纵使九凤和九阴如何大闹，两人也依然无惧。其他人族也在人一的同意后上手挥斩。蝼蚁，待我脱困，定将二等尽数斩灭！九阴咆哮，但此时他的声音却如常人无异，根本没有一笑山河灭的磅礴力量。另一边的九凤也无比愤怒，作为巫族强者，洪荒中的巨擘，如今却被人砍下头颅，当作肉食。他们怒视着面前的人族，然而无济于事，即便施展浑身解数，也根本挣脱不得。很快，两人均是被砍下8颗头颅。这个时候，他们慌了，因为一旦砍下最后一颗头，必死无疑。此刻，在其他道场围观此地的万族也无比震惊。洪荒中吃巫妖绝对不是什么大事，稀松平常。可是当着别人的面吃砍下的头颅，这绝对是头一次，尤其是对面还是人族，万族中最孱弱的。就见那人族挥动利刃劈开头颅的同时，立刻有粘稠的鲜血喷洒，血液中蕴含着浓厚的神秘物质，扩散的并非血腥味，而是浅淡的芬芳。此时在一口口大锅里，这些血肉更是蒸腾出氤氲雾气。3000人族大快朵颐，吃得嘴角流油，他们的体质流转着温暖的力量，向外溢出绚烂的血光。血肉中的这些力量，经过利刃挥斩间的炼化，已经无比精纯，如数千天日耀眼。俯瞰望去，几乎每个吃过大肉的人族皆是通体生辉，毛孔间流转着磅礴的物质。这是食用巫妖血肉的好处，对人族大有裨益。3000人族的机体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这一幕震惊万族。而此时围观此地的妖族和巫族皆是震怒，区区人族当着万族之众蚕食巫妖之血肉，何其猖狂，如何能忍？天庭中，东皇太一气得额头上青筋暴起，浑然失去往日超然在外的风范。他怒吼间，镜中画面顷刻破碎，苍穹摇坠，惊得所有妖族惶恐俯首。接着他咬牙切齿地喝道：“随我前往空峒。”另一边，盘古殿内也有浓烈到实质化的血色杀意在弥漫。强梁祖屋更是愤怒到浑身战栗，眼睛里充斥着血丝，怒道：“人族蝼蚁！”一声咆哮，整个盘古殿都在剧烈摇晃，天空中更甚有滚滚雷鸣乍现，黑云遮盖半壁苍穹，准圣威压在辐射。他手中的蛇形法宝在吞吐着蛇信，宣泄着强梁的怒火。粗壮的大臂上，蛇身缠绕得更紧了。接着强梁转身离去，四蹄跨出，瞬息万里，伴随着滚滚雷音，惊动四方万族。无论是强梁还是东皇太一，均是眨眼抵至空峒山。苍穹开启，那道裂缝无比的宽大，如同睁开的上帝之眼，辐射出无比威严的伟力。东皇太一踏金光而过，身后神环阵阵，发出振聋发聩的巨响，周身更是有璀璨的力量在绽放。轰！强梁抵达了，一步踏碎万人高山，怒火从强梁胸中肆意蔓延，他身上的蛇也在眨眼间变得无比庞大，缠住半座大山。东皇亲临！有大能者惊呼，不敢相信。他眨了眨眼，再次透过法术镜面向那道无比威严的背影看去。接着他改换角度，慢慢的已经能看见东皇太一的正脸。而就在下一秒，东皇猛地一瞪，霎时镜面破碎，接着从镜面中涌出恐怖的力量，准圣的力量穿过虚空直抵而来，不曾接触，只是怒瞪便已毁天灭地。下一秒，这位大能者当即被斩灭。他触怒了东皇太一，被当作泄恨的蝼蚁。与此同时，强梁则立身万人高山，盘绕的大蛇吞吐着冰冷的蛇信子，从强梁身上扩散的准圣威压足够强大，但他懒得理会万族的窥探，而是盯着依旧毫不畏惧的楚风。看见东皇太一和强梁的降临，九凤和九阴如看见希望般拼命呼救，他们再也忍不住了。面前的人族太凶残了，当着自己的面啃食被砍下的头颅，太恐怖了。过去他们才是上位者，吞噬旁人毫不心软，而今自己却沦为血食。此前的狂怒和桀骜彻底消散。东皇斜睨了九阴，妖帅犹如包揽万千星辰的眸子里瞪向楚风，喝道：“人族蝼蚁，居然胆敢吃天庭妖帅，还不速速放人！”声音中裹挟着准圣威压，成片的山脉在震动，产生共鸣。把我妹妹放了！
否则我屠了你人族！远处高山上的强梁意在咆哮，盘旋在大山外侧的大蛇陡然间从嘴里喷出数道雷霆，引起天地异象，随时都会朝前方的崆峒山顶坠去。同时间，两大准圣释放出磅礴的威压，以震动山河的气势盖压而去，吓得洪荒万族瑟瑟发抖，3000人族惊颤不已，手里的大肉不敢再食用，气势压落而来，仿佛时空凝滞，好似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然而面对两大准圣的威压，楚风却依然无惧，冷笑道：“巫妖既可屠人，何以人族不能吃巫妖？”话音未落，楚风又看向手持利刃的人二和人三，让他们出手，砍下九凤和九阴的最后一颗脑袋。人二和人三相视后，快步走向九凤和九阴。不等他们再度大喊，利刃再度落下，砰砰，两颗头颅瞬间落地，鲜血从完整的切口处瞬间喷涌而出，血花瞬间爆炸。这一片地带如同修罗场，金色的鲜血眨眼就要汇聚成河，弥漫出恐怖的气息，居然当众斩了。观望的万族无不震惊，胆子太大了，东皇和祖屋亲临都敢如此，洪荒万族都在惊悚，觉得这人族未免过于生猛了些。此时最后一颗头被斩落，九阴和九凤的生机彻底消散，瞳孔里带着不甘和屈辱的恨。此时随着九阴和九凤的死，领地也吸收到足够的力量。恭喜宿主获取能量，领地等级升到5级，领地范围提升至方圆1000里。随着领地等级的提升，楚风感觉自己能掌控的范围更广，连山河间活动的鱼虾都能精准捕捉。抬头望去，瞥过东皇、邪逆、强梁，楚风只感觉有些可惜，东皇和强梁都不在这1000里范围之内。原想着利用九阴和九凤的虐杀，引诱更多的巫妖强者而来，杀了两人，获取能量，提升等级，再行猎杀。只可惜没想到，不管是东皇还是强梁，都太过谨慎，刚刚降临便相隔很远。因为这个举动，后面的计划全部泡汤。不愧是洪荒里的霸主啊！楚风叹息感慨，要是换做其他人，早就因为妖族颜面折损而杀过来，又或是因为自家妹妹受到折辱而不顾一切。但反观两人冷静的过分，楚风知道他们多半是觉察出了不对劲的地方，而且不管是东皇还是强梁，彼此间相隔的这点距离，对他们来说瞬息横跨不是难事。再者，巫族擅长施展法则之力，以强梁这样的准圣实力，只会比之前杀死的巫族统领更加强大。然当面虐杀九阴和九凤，还是彻底激怒了东皇和强梁。盛怒之下，强梁出手了，此前凝聚的雷霆之力早已继续到了巅峰，天空中银光流转，在那里旋转释放出伟力，雷之道的各种符文倾泻，连楚风都在惊叹，不愧是擅长雷道的准圣，一出手便是万里雷海，宛若末世。天上恐怖的雷霆还在凝聚，然后轰的一声，带动倾泻而出的符文法则冲向崆峒山顶，如同劈开瀚海，无比震撼。同一时间，盘着大山的巨蛇也张开血盆大口，从獠牙的深处喷出一道银灿灿的光束，如同极光乍现，碾压而来。屠我族人，等诛尔等蝼蚁，以下犯上，受死！接连两道爆喝，准圣威压展露无遗，瀚海雷霆之力和极光雷霆交织在一起，形成的法则之力强大的恐怖，即便是没有受到针对，光是辐射出的法则都已然能崩碎一条山脉。顷刻间河水倒灌，万川被蒸发，蒸腾出百雾。强梁的怒火能震苍穹，其力更可开天。此刻全面施展，绚烂无比，宛若大片的雷道净土降临，镇压向崆峒。此刻离得近的各族强者都感受到了来自准圣的全面威压，连虚空都崩裂了，从里面溢出丝丝缕缕的黑色气息，强大的力量压坠而来，他们感觉喘不过气，快要窒息，都想第一时间逃离这里。彼时气势率先席卷崆峒山顶，狂风之中草木不生，巨石被风暴搅碎成齑粉，瞬间湮灭。3000人族此时面对准圣威压，早已喘不过气。楚风此前施展的庇佑也难以为继，众人将窒息而死。强梁再度爆发，以一己之力崩碎苍穹，施展出法则，道场全面出手了。什么？这才是准圣的力量吗？连天穹都崩碎了，恐怖的气息还在辐射。霎时间，围观的万族强者闭上眼睛，室内道雷霆格外刺目，双目刺痛无比。有人的眼睛正在流血，感觉震惊。强梁血气如海，全面施展，血液化作金黄色，镇压八荒，宛若从亘古之前而来的尊之强，要横扫世间。靠得最近的几尊大能承受不住，身体彻底崩裂，接着又被气浪中的雷霆波及，瞬间湮灭。最关键的是，部分强者施展庇佑族人的保护也被瓦解，直接炸开，不复存在。就凭你也敢自称人族至尊？谁给你的胆气对我巫族全面宣战？祖屋强梁大吼，这一刻他的嘶吼声无比恐怖，直接震碎从虚空中涌出的黑色风暴。银色的法则风暴化作符文，横击虚空深处，激荡出无比恐怖的回音，如苍穹深处的恐怖回音，令万族惊惧。准圣之力竟然比想象的还要强大！万族的人惊悚道，其中不乏接近准圣的强者。然而见到如此全力施展的强梁，依旧感觉自身不敌。此刻强梁精血刺目，已经有银色的血液涌动翻滚，连他的毛孔间都有雷霆交织汇聚。万族中不少强者心头一沉，那是法则施展到极限的征兆，自己化作其中的部分，强大无比。崆峒山顶面对强梁的猛攻，3000人族此前的庇佑终于破碎，骤然间恐怖的威压降临，无比恐惧。楚风此时挥手而动，从掌心分散出3000道力量，化作金色的护罩庇佑人族。随着这股力量的降临，恐怖的威压和令人心悸的力量再也感受不到。3000人族渐渐恢复，他们抬头，此时的天空俨然成了一面破碎的镜子，好似轻轻一碰便会彻底崩碎。虚空中银色的雷霆还在扩散，要辐射出无边际的太空尽头。疯了！万族都感觉震撼战栗，难以置信。那可是祖屋强梁
洪荒中赫赫有名的准圣，而今居然全面施展自身的力量，其状况狂也如同陷入癫狂，要将自身的力量提升至极限，攻杀3000人族。彼时楚风出手了，他踏出一步，空间在激荡，泛起层层波纹，远方混杂在一起的雷霆法则海已经倾泻而来，铺天盖地，比末世还像末世。这些人族死定了！面对全面出手的准圣强梁，就算是万族中的准圣，也未必能胜，更遑论是孱弱人族。可楚风深吸口气，周身有某种力量正在被催动，连头发都在泛着金色光泽，根根晶莹，眸子开合间有伟力流转绽放，周身雾气蒸腾而出，显得神秘且神圣。接着他冲向呼啸而来的雷霆法则，他张开自己的嘴，诉落出恐怖力量，然后猛地吸气，便将进入领地上空的所有力量吞入腹中。这一刻，朝霞蒸腾四起，荧光璀璨，耀眼漫天的法则如泥牛入海般化作精纯的物质，被楚风尽数吞噬。远处东皇太一意识到不对了，但依旧没有出手的意思。眨眼间，强梁施展的全部力量就被楚风吞噬化解，震耳欲聋的雷鸣消散，天地间骤然寂静。洪荒万族看着这一幕，无比震惊。战斗转瞬即过，如洪荒巨兽来临，又如春雨悄悄流逝。此刻万籁俱静，洪荒万族都无比惊愕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而作为施展者的强梁更是疑惑中带着震惊。区区人族蝼蚁吞了自己的力量，连各族的大能者都不敢相信，孱弱的人族就这样云淡风轻地化解了一代准圣的全力一击。若不是亲眼所见，绝对难以相信。事实上，即便目睹，也很难愿意承认。更何况对方还是人族。可楚风吞下滂沱如海的法则之海，半点事都没有，只似吃饱饭，结结实实打了饱嗝。这个举动顿时让强梁回过神来，脸色无比难看，转而是焚天的怒火在胸腔中滋生。这是耻辱，自己遭到了人族无声的讥讽，而且还是当着万族的面。楚风抬手擦去嘴角的半点雷霆残留，冷笑着望向强梁。准圣就这点本事？一声冷笑如一柄贯穿苍穹的利剑，直直地刺入强梁的心脏，无比的刺痛。他已经无比确定，刚才的力量绝对足够轰杀10个来自洪荒万族中的顶尖强者。看着震怒却不为所动的强梁，楚风冷着脸不再开口。不得不说，强梁和东皇太一的警惕心确实够让人发愁的。明明就在领地范围之外不远，却始终不肯踏进。此前强梁那般施展，依旧没有进入领地。若是他踏进来，就不是吞吃雷霆之力这么简单了。彼时高空上的东皇也出手了，看着下方的强梁，冷哼道：他无族的都是废物，连个人族都收拾不了。面对东皇的讥讽，强梁强忍怒火，他知道自己单打独斗不是东皇太一的敌手。接着周身神纹喷薄出神圣且绚烂的光华，东皇太一瞬间便击出东皇钟。东皇钟的出现顿时驱散漫天的阴郁，刺目的紫色光芒在扩散且绽放，覆盖整片苍穹，至山河变色，整片大地被神秘且朦胧的雾气瞬间淹没。来自顶级准圣的威压骤然间驱散一切，席卷山林间的每个角落。在一片紫色的波纹中，东皇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威严。接着东皇施展手段，将其从波纹之中带了出来。嗡的一声，有波纹扩散，如同有形的声浪辐射四海八荒，迅速笼罩整片天地。轰隆隆钟声，波纹所过之处，万物寂灭，山河崩塌，江河倒灌，镇压了万物。空通山顶的3000人族已感觉到无边无际的恐怖力量，眨眼间东皇钟便已经悬于山顶半空，声浪波纹还在扩散，已经有人族承受不住，跪地捂着双耳在哀嚎，在咆哮，感觉耳膜都快裂开，痛苦万分。此刻纵然是身为准圣的强梁，也感觉到无边的压力，内心惊恐。他意识到东皇一日手持东皇钟，自己一日便不是对手，眼神里充满浓浓的忌惮。而彼时围观的洪荒万族更是惊恐，感受到来自东皇和东皇钟的压迫感。且不说东皇自身便是准圣，还是天地间的顶级准圣，光是东皇钟的来历便极度不凡。作为洪荒3大先天至宝之一，东皇钟一经施展，便有毁天灭地之力。一旦被准圣东皇持有，更能对抗圣人，这就是天庭的底气。虽然不知那人族如何化解祖屋强梁的手段，但如今东皇手持东皇钟出手，怕是真的要绝灭了。大能暗中开口，对于手持东皇钟的东皇是否媲美圣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洪荒万族中有准圣低难，即便那人族有着媲美准圣的力量又如何？东皇绝非寻常准圣，钟声在游荡，万物的意识都在渐渐模糊，在奋力挣扎。还有人的眼角都裂开了，因为靠得太近，承受不住东皇钟的音波，身体更是轰然爆碎，含恨陨落。人族要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太一咆哮，开始施展东皇钟的力量，钟波悠悠，席卷大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楚风动了，自虚空中金黄色大手突兀的伸出，如亘古前的存在，出手带着神秘的韵力而来，恐怖的伟力速落下来。东皇钟的音波受到摧毁，钟波在眨眼间就瞬间瓦解，毫无反抗之力。多谢东皇送物，这东西我们就不客气了。金色大手呼啸而出，瞬间将东皇钟抓在手里，然后又骤然落下。面对这道滂沱伟力，任由东皇钟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见到东皇钟被射走，东皇太一大惊，推动力量欲要将东西收回，顿时便有准圣之力施展而去，和楚风施展的伟力互相抗衡。可是不管东皇钟如何挣扎，东皇太一如何施展，依旧无法挣脱。楚风见状，不再和他纠缠，口中喝道：下来！原本万丈大的东皇钟，眨眼化作寻常铃铛大小，周身依旧涌动着秘力，无比狂妄。高空眼见东皇钟被射走的东皇，顿时勃然大怒：速把东西归还，否则今日便屠你全族！他怒了，周身的浩瀚秘力和伟力同时爆发，高空异象涌现，震动洪荒。不仅是山河大地，就连整个天庭都感受到了来自东皇太一内心深处的汹涌怒火。东皇钟被夺，这比九阴被虐杀更让东皇震怒。然而楚风把持着东皇钟，冷笑连连。尽管东皇钟还在挣扎，可此时握在手里，又如何逃得走？不听话的东西！见到东皇钟挣
挣扎的这么剧烈，楚风大手一挥，便强行抹去了东皇的印记。被抹除印记的刹那，东皇钟渐渐趋于平静，原本震荡的中波也在瞬间归于平静。看着手里的东皇钟，楚风寒声道：“在我领地里，莫说先天至宝，就是你的主子。”与此同时，太一噗的一声喷出一大口殷红的鲜血，东皇钟的印记和他同体。如今东皇钟的印记被强行抹去，他也遭到反噬。接着东皇太一体表竟有裂纹滋生，剧烈的反噬让他受到重创。东皇受伤了，万族大能惊惧不已。的至尊竟然伤到了妖族东皇，暗中的准圣震惊了，这绝对是震动洪荒的大事。毕竟受伤的可是当今洪荒圣人之下的第一人。看着掌心的裂口，东皇太一震惊，自己乃准圣之身，居然因为反噬而致躯体崩裂。此时彻底目睹的强梁也被震慑。作为准圣，他很清楚东皇太一的身体到底有多强悍，而今居然反噬身裂，他不敢贸然出手，盯着那人族横生退役。这边刚刚摄取到东皇中的楚风，却不顾东皇怒火，随手一握，便是一根莹莹灿灿的绳子出现。绳子穿过东皇钟上方的小孔，嘴里还笑道：“这小铃铛倒是不错。”随手将头发用系好的东皇钟绑住散乱的长发，背后清风拂过，感觉无比的清爽。观战的万族无比震惊，不敢相信一件先天至宝就这样被那人族当作饰品记在脑后。这人族实在有些狂妄，洪荒万族内的大能惊悚，不知是其什么来历，居然能力压东皇和强梁两大准圣，实力简直可怕。各族中的强者已经不敢轻视那看起来如蝼蚁般的人族。从此战开始到现在，他们全城瞩目，已经见识到那人族的强大。而此时眼见自己的东皇钟被当作饰品，东皇太一勃然大怒，怒火于此时喷涌至心头，吐出大口鲜血，气血攻心。纵然是准圣，也有些脸色苍白。蝼蚁，你太嚣张了！他大怒，楚风瞥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实则心里百般无奈。东皇钟确实是个好东西，可惜对我没用。在我的领地里，我便是无敌。任何外力也只是锦上添花，可出了这里，我就是凡人。别说东皇钟这种先天至宝，就是催动更弱的法宝也不行。彼时远处的强梁意识到自己根本对付不了这个人族，已经有了想法。他压抑着怒火，语气变得平静了些，说道：“人族将我妹妹的尸体交还我，即刻便离去。”万族心里一惊，强梁这是服软了吗？有些强者心里骇然，连准圣都服软了吗？人族这个蝼蚁，难道真有杀了准圣的本事？纵然楚风收走东皇钟不假，但真要说杀了准圣，他们还是不敢相信。毕竟除了圣人，准圣就是横行天下的绝顶，鲜有人敌。如果我不交呢？楚风讥讽笑道：“你上门欲要入我人族，所以你3-2句话就要我放了他的尸体？白痴！蝼蚁！”原本还平缓语气的强梁听到这话，骤然大怒：“蝼蚁，速速交还，否则我巫族大军必将降临，怕随你空投山地界！”然而楚风依旧不管不顾，他转身看着一脸惧意，却又靠怒火和恨意强挺着的人族，吩咐道：“人2人3，架火吃肉。”是。楚风打算再刺激一下他们，吩咐3000人族将九凤做成烤肉。对于吃肉这种事，人2人3自然高兴，招呼3000人族就开始对九凤扒皮抽筋，切块上烤架。有了经验的他们此时无比熟练，而远处强梁已经极怒，瞪着九凤被分食的尸体，龇牙欲裂，周身再度涌出浩瀚雷霆，在他的周身已经有赤霞喷薄，将那一片彻底渲染，无比的震撼。彼时东皇意在凝眸，强大的气息在辐射，可怕无比，无声无息在高空布局，狠辣而阴毒，要瞬杀所有人族。九凤的血肉很快被火焰烹熟，血肉晶莹赤红，相当的滑嫩，流动着霞光，还未入口，那香味中的物质便已经开始改善人族体质，令人垂涎欲滴。别浪费这些小骨头，可以搅碎了吞下去。人3凑过去，告诉身边的人族，感受到浩瀚温暖的力量在体内流转，仿佛置身温泉中。此时整个崆峒山顶都喷薄着肉香，发光的血肉也渐渐变得更加金光油亮。这不是寻常的血肉，是纯正的巫族血脉，仅次于12族巫。霞光一缕缕的喷发，腿肉和赤肉是最好吃的，油脂滴落在大火中，发出嗤嗤声，令人垂涎无比。这绝对是大补的血肉，吃下后就能让人精血滚滚，力量无穷，大幅度改善体质。而相较之下，九阴的血肉更加璀璨，这是妖族被炖成了汤，汤汁浓厚醇香，香味芬芳。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蛇肉，人族大喜。有人咬不动蛇肉，借来利刃劈开，重新放回去烹煮。此时蛇肉中的油脂被煮出来，浮在水面上，氤氲浅淡的红光映在3000人族的脸上。见差不多了，人3捞起大肉，开始大快朵颐，一口下去，顿时让人3发出舒服的哼哼声。这第一口让他感觉浑身毛孔都舒张开了，特别的舒坦，简直是人间美味。肉质粉嫩，入口即化，血肉间还包含着星星点点的物质，金黄而喷香，馋哭万族，太好吃了！快吃那个翅膀，那才真的是好肉。3000人族吃得不亦乐乎，有人吃下蛇胆，周身顿时喷薄霞光，从毛孔间涌出大片的氤氲，骨骼似有雷鸣炸响，那是精华所在。不说好吃，但绝对是这一锅蛇汤中最好的。各族见状，被震惊的无以复加。这些人族的胆子太大，竟然将九凤和九阴分而食之。然而，纵然这群人族的凶残被他们看在眼里，实则自己也极其羡慕。那可是九阴和九凤，视其血肉，对任何人都大有裨益。天地间此时最愤怒的只有2个人，那就是强梁和东皇太一。此刻强梁在远处怒目不断咆哮，恨不得将山河破碎，击穿苍穹，浑身绽放璀璨雷霆。强梁浑身的汗毛都快炸开，手里的大蛇都被挤压得不成形，简直要气疯了。这群人族太凶残了，当众吃自己妹妹的血肉，还如此霸道，让他吐血。身子一抖，无法控制的数道雷霆轰出，轰隆隆声在地面爆炸，掀起大片的山河破碎，无数隐藏其中的万族瞬间
渐湮灭。那几道雷霆如囚笼般粗壮，震动苍穹，无比恐怖。高空的东皇亦在发怒，他的身后神环震动，速落出成片的咸光，绚烂之极，遮蔽半壁苍穹。两人都在积蓄着恐怖的力量，他们的怒火已经到了极致。看着被分食的九凤，强梁忍不住动手了，愤怒麻痹了理智，携带着无尽的雷霆，惊天的杀意冲向了楚风。强梁披头散发，眸子中射出骇人的杀芒，迅如击雷，化作一条银色的细线崩碎脚下大山。这一击的出手攻势较此前更加凌厉，如神话劈裂，锐利的可怕。若是劈中准胜，也难有存活。眼睛里充斥的血色已经让强梁朦胧的视线呈现出大片的血红。他怒不可遏，咆哮道：“人族当诛！”这一声咆哮惊动万族，音浪也化作肉眼可见的实质波纹，朝着四方辐射。大片的青葱地界轰然崩塌，苍天摇坠下成片的雷芒。轰！数以亿计的雷霆如粗壮的囚笼砸落地面，击出无数冒着黑烟的巨坑。这一刻，天地如降临末世，万物都在惶恐。面对冲杀而来的强梁，3000人族也严阵以待。周身喷薄的霞光汇聚在一起，竟然形成血气光幕。众人族凛然，脸上浮现出怒意。当初巫妖屠戮人族何其残忍，而今不过海豹之暴，便要遭遇屠戮，天理何存？他们朝强梁冲来的方向看去，只见那2条大蛇也动了。巨蛇的身体再度变大，如万仞高山在移动，庞大的身体在地上离出巨大的沟壑，恐怖之极。此时吞吐的蛇信子中，也蕴含着足以摧毁一方的强大力量，随时都能和强梁联手打出。空中已经迸发雷霆之光，银灿灿的照亮大地。眨眼间，强梁杀至了，他裹挟奔雷万象而来，怒火夹杂其中，是要摧毁所有人族。一步踏出，山河变色，苍穹无光，天上大片的乌云滚滚而来，地上无数黑烟弥漫，化作迷雾蒸腾而来，笼罩平原。最先进入领地的便是黑雾，无比的骇然，其中夹杂着雷霆，所过之处万物湮灭。同时，2条庞然大物在其中交织，吞吐着猩红的蛇信子。人族伏诛，强梁再度咆哮，进行全面降临。然而，就当他踏入领地的瞬间，浮在半空的他却骤然落地，那些射人的雷光也在湮灭。铺天盖地的雷霆于此时偃旗息鼓，滚滚乌云爆碎，阳光洒落，庞大的身体眨眼化作常人大小，从万米高空重重跌落。